前不久看到蒋万安市长挑战1打3的影片，我承认这点我比不上他，因为只有2个孩子。但看到胖的一段，我笑了。我可以不收学费，教他正确的泡方式。OK， 等他2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，来自上海。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半，带着女儿一起骑上脚踏车，就是接儿子放学的时刻。而在这之前，通常会做一部分晚餐的准备，像是洗菜、切菜、葱姜蒜配料的准备。只要天气晴朗，接完儿子都不会立刻回家。返程途中经过的3个公园，是时常放电的去处之一，它们都位于捷运轨道下方，又各自有些不同的差异。第一个公园看来近期都不会开放了。之前来过几次，要说缺点的话，滑索的抓握装置从来没安装过，以及转盘的阻力非常巨大，简直像做无氧运动。那优点的话，我们还是继续去下个公园吧。途中还会经过一个非常小的圆球公园，虽然告示牌写着请勿攀爬，但不太懂这个波浪形状的设施，难道只是摆着看的吗？总之，不时会看到滑板少年在这里练习。捷运下绿地间的道路，不时能看到运动的人、遛狗的人、谈恋爱的人在悠闲地走着。这里是这条路上的第2个儿童公园。施工的时候每天经过，完工比预期晚了大半个月。开放的时候，连市长都来打卡了。可能是新鲜感的关系，每天都会有许多家长带着放学的小孩来这里玩耍。这不，才开放没多久，就已经有损坏了。主体是一个大型攀爬滑梯，内容很丰富，周边还有一个旋转型跷跷板及秋千。气球啊，车啊，秋千。在还未完工的时候，每天路过都会和壮壮说，这个公园看起来很好玩，实际玩下来也算好玩了。这么厉害。但是我这个双宝爸，尤其是一宝年纪尚幼小的情况下，还得给这个公园挑点刺。也就是滑梯的动线太复杂，孩子从前面上去，需要从后面滑下来。家长如果不跟着滑下来的话，需要绕过一大圈才能跟上孩子。由于女儿尚年幼，如果不跟着她一起滑的话，我就不得不飞速绕一圈前去接应她，有点费鞋。小心！什么？狗狗在叫啊！来，溜下去。这里对。好，下来，从那边走。起来！
通常都会玩到5点多回家，安排2只上厕所、洗手、换衣服，倒上一杯牛奶，打开电视播放卡通。安顿好这些，我就可以开始我的煮菜时间。虽说听起来有些水深火热的感觉，但实际却是一天中少有可以稍稍放空的时段，远离小孩沉浸在小火大火中，不那么容易发火。差不多6点半就可以开饭了。原先需要哄哥哥吃，喂妹妹吃，现在佛系了一点，妹妹可以自己吃，哥哥就爱吃不吃了。朝着阳光，我们今天继续去往这条回家路上的第3个公园。位于公馆路和东华街2段交叉口捷运下的绿地里，应该也是这3个公园里最早建造的一个，完工于2023年年初。这个公园的设施不少，有钻水管、攀爬架滑梯、秋千、攀爬网等等。脚脚踩住，脚脚踩住对，踩住对，脚脚踩住，抓住对，哦，好厉害，有厉害有厉害，脚脚踩住哦，踩住对，再往上抓，哎。对。这个公园的动线也不短，再往前走有一处成人健身设施，一块平地滑轮场，再来有一个斑马造型的滑梯。这3个公园共同的好处就是差不多都坐落在捷运轨道下方，所以有部分可以遮阳遮雨。另外离道路交通也有一定距离，比较放心让孩子远离自己几个身位。但他们的缺点也比较明显，吵是肯定的，时不时开过一辆捷运。因为旁边都铺有草地，蚊子也会比较多。为了拍这期，我回家数了数腿上大概被咬了5个包。还有一点就是这3处公园都没有厕所，所以通常接儿子放学，我都会随身带一个小空瓶，解决不时之需。当然是给儿子准备的。今天回到家就比较晚，当然是有原因的。打开冰箱，拿出一盒 Man of Beef， 就是他给我的底气，让我晚回家。蛮夫牛骨汤粉条冷冻包，原料天然，调理方便，只不过市面上目前还买不到。
这是从朋友那里拿来的限量试吃版，据说之后会在全联等超商渠道铺货。开中火，锅里倒入一点水，不用太多，防止粘底而已。而后放入汤包、牛肉包即可。大块的牛骨非常实在，而且上面还有大块炖软的牛肉，所以整体烧开加热即可食用，无需任何调味。当然也可以任意加入自己喜爱的配料，跟吃火锅差不多。我是有点贪心啦，放了非常多的料，连汤都要看不见。不过看着女儿吃得津津有味，比平时吃我煮的菜还吃得爽快，看来应该是不错的料理包。她吃完后我尝了一下，汤料浓醇鲜美，关键是一点也不咸，应该不是味精调的鲜，且有淡淡甘甜，可见本身是用非常新鲜的牛骨熬煮出来的汤。好了，这不是业配，只是试吃，所以不必问我哪里可以买到，也没有连接可上。目前只知道这个牛骨汤的价格不便宜，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到时候我就跟厂家多要点折扣咯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大家再会。